有一年09年，那个谁呀，那个吴恒瑞啊，不是请我到美国去演讲吗？他们结果听了说，台湾的国会来了个老医师这个专门看疑难杂症。我是以看疑难杂症闻名的，结果有一个太太，她开了3个小时，自己还可以开车，可是病了5个月了，感冒就是看不好，在那边看了5、6个诊所医院，就是看不好，就是不能治好。我一看，他在那听我演讲，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叫我给他看，他说我一个感冒了，在那5个月了，就是看不好啊。哎呀，我一看这个把脉都很重要，两关脉有一点点悬住什么，对不对？悬住神经遭受到困扰还有体内不和，那我就给他问他这么久了，我就用了小柴胡汤加桂枝汤2个方子合起来，我说你回去吃吧，你先吃个5天或者1个礼拜，如果有好了，你就不要来找我了，来趟那么远，如果没好，你再我把我的电话什么地址都留给他。这种准好的嘛，怎么会不好呢？是不是啊？我那时候还看了一个小孩，生下来就不会张嘴吃饭，不张嘴，生下来就不会张嘴，奇怪，他从哪来的？这个小孩他妈妈带着他从那个华盛顿，从那个东海岸那个华盛顿来找我看，是人家推荐的，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还是一个西医推荐的，结果推荐他坐飞机坐了2、3个小时来找我，这就是看病的一些是吧？中医讲治病必求其本你不要看着哪里长个瘤子就给它割掉了，那不对的这个小孩生下来就不会张嘴吃饭，你怎么给他弄他不张嘴，他就不张嘴。好他在那大厅里就在那等我演讲完了以后他说我这个小孩得了这个怪病，他说奇美医院的有一个某人帮我推荐，他说你来帮他看看。我一问，我一想，我说你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什么状况？告诉我。我说你怀孕的时候你的额主怎么样？西医叫产前症候群就是呕吐不想吃饭就是什么就是好像生大病一样他说很严重，他说我怀孕第3个月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吃，一直到第8个月这几个月都靠打针活命，吊点滴到第8个月才勉强可以吃一点东西。我一再把他的脉一看我再看看这个小孩，我说好了，你的病我告诉你吧，我开药给你吃。那个而且我把我旅馆的电话地址都告诉他结果我给他开了，我在吴恒瑞那里就有那个科学中药我说你这吴院长在哪？我给他用什么呢？我给他用橘皮猪肉汤
橘皮猪肉汤，再加半夏，再加茯苓，我叫他回去啊，用那个生姜煮水来冲这个药给他吃。给小孩吃。给小孩。那小孩多大当时？小孩30岁，都不会走路啊，也不会吃饭呐，瘦的跟猴一样。这样算不算是五迟？算不算是五迟啊？就是长得慢，发育不良，算不算是发育？那当然，他不能吃饭，他当然发育不良，一定的嘛，瘦的跟个猴一样啊。我说我跟你讲，我给你开5天的药，这都是用药的一个思考啊，这个经验。我说你开始的还是从他怎么呢？哎呀，我还漏掉一点，他住在那个华盛顿那边，他在那边请了好几个医师啊，有的说食道萎缩，有的说那个什么胃胃痉挛都没有办法治疗。到后来找了一个华侨，这个华侨啊也是专门治理疑难杂症啊，他是西医。他说我有办法，他跟他讲，结果后来就把那个小孩的胃啊切掉一块，这么高？切掉一块啊，切掉一块还是不能吃啊，对不对啊？那后来所以我问了以后，我就给他开了那个药，刚才就是橘皮猪肉汤，加半夏加茯苓。然后用姜水给他冲这个药。我一开始，因为那个在美国华盛顿那边，他给他装了一个，我有名片，我记得我有这个，我记得我。他不能吃，灌进去。说那个小孩不能吃，是有管子吗？让他不是，他每天就用那个鼻胃管从这胃里头灌食物啊，那一直灌也不是个办法。后来就我看看，我记得我收起来了这个名，这有一个结果后来这个小孩啊，好可怜。那个方那个方吃多久？我跟他讲，我先给他拿5天，我说你先吃5天，你开始也是从这里灌，他给他装个活塞，胃上装一个活塞，给他这也可以拿起来拿起来给他灌食物啊。我一开始就还是给他灌到第3天的时候，你把那个热牛奶给它弄得热热的有那个蒸汽嘛，你也不要给它吃，你拿到用个汤匙，在他鼻子上这个附近这样叫他闻那个香味儿。这是天性啊。你要懂得这个人性啊，他看着好吃的东西，他当然自然张嘴嘛。对不对啊？结果到第3天，他妈妈就拿那个汤匙，用那个热牛奶，就是这样，他就接着张嘴了，就顺便就给他喝下去了，对不对？这天性嘛，对不对？这个就喝了2匙啊。他5天的药吃完了以后啊，他中间有2天他会吃。高兴的他妈妈不得了高兴的哎呀，说我这个小孩终于会吃饭了结果后来又来找我，高兴的不得了后来我就告诉他，把那个药又加强一点叫他回去吃这个小孩4个礼拜，我说你回去把这个活塞拿掉，他丢掉。他说行吗？我说行啊。我说我一方面给你补，一方面漏气怎么行呢？
对不对啊？我回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啊，好像在里头有吧，好像在里头有，啊，哎呀，所以治病啊，不是那么死死板板的啊，你就有用脑筋呀，啊，你看这个病啊，4个礼拜好了，怎么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台湾有没有亲戚？他说我父母都在台南啊。那我是这样子了，你过了2个礼拜，你叫你父母来我这里，他的父母从台南来了。他说我孙子啊，现在大部分都会吃了，现在很少不会吃了啊。他说啊，你这药很有效啊，我就给他又开了2个礼拜。我说好了就不要吃了，不好你再来找我。所以这个小孩准好的嘛。这一定好的嘛，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大概这个里头有，这里头有，哦，在这里，你看，我以前收集了很多这些东西啊，跑哪去了这个小孩？躲起来了。躲起来了，真的，这是真是啊。长大了，还不是这个嘞，怎么拿掉了？我不要管那个了哈。我现在介绍这样一个病例啊，这样一个病例。你看这个小孩，你看这个小孩生下来啊，就不会吃饭，不会吃饭，呀，你看在这里这个最瘦，你看瘦的这样的，他妈妈第1胎生了这个小男孩，生了这不会吃饭，到了我们这里一个医学中心，说他胃食道什么萎缩了。什么胃太长了又是怎么样，编了一套理由啊，就把这个小孩你看开刀了，你看到没有？从这里开到这里，你看开了1次刀没好，没好，后来说上次开错了，说这个小孩的胃太长了，又割掉1块，你看割掉2次。还是不能吃啊，不能吃，又跑到一个医学中心，又给他看了以后，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又要给他开刀。你看，结果他妈妈不相信哦，为了治他小孩的病，买了一栋房子啊。结果他就没办法了，跑到恩主公啊，求神呐，求神还这个神还真灵嘞。他怎么样？他说啊，你向南走，向南方。恩主公不是在我这里北边吗？他说你向南边走，那里有一个医师，他会治你小孩的病。他摸着就来到我这里了，来到我这里啊，跪下就给我磕头啊。我说你不要这样子，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也不一定。他说神明告诉我，往这里来，你一定可以治我小孩的病。你看这个小孩，你看多可怜，瘦的和一个猴一样，真的是，你看我就开药给他吃啊。你看他妈妈也是瘦小的这个我给他开的，你说我给他开什么？我也是开那个小半夏加茯苓汤啊，他想吐嘛然后再加橘皮猪肉汤，再加一点四菌子他小的给他补一下，你看到了第3个礼拜
这个小孩啊，开始的时候啊，看到医生啊，都吓得啊，不敢看呐、圈到一起啊，尤其是在那里啊，到第3次啊，就来到自动自动，自动就把手摆在这里啊，他带着头了，爷爷啊，我好喜欢你哦。哎呀，我一看，哎呀，我说你好漂亮啊，他也高兴的不得了。你看我抱着他照相，你看这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小孩大概调了2、3个月啊，这小孩你看笑的多到后来到第2个礼拜到第2个月以后啊，他妈妈抱到这里啊，一摆下，他撒腿就会跑过去啊，爷爷爷爷，我好喜欢你。你看到最后的他越来越好。你看这个，你看胖嘟嘟的啊，对不对啊？就都举出这个胜利的手势来大概3个月完全好了。我说好了，你这个小孩啊已经好了，不要再来看了。你看你看这个是很胖的一个了。你看前面这些都是很好的照片了。你看这些病啊，所以了，你会治病，不会治病，就是从这里去找啊。这种病很容易治疗的他给他居然开了2次大刀，这不是小诊所呀，小诊所我们就不讲了，这就是那些大医学中心呐，人家家里卖了房子啊，你看可怜不可怜这些人啊，所以我们中医要靠大家来发扬要好好的发扬就靠你们了，靠你们了，对不对